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各位可能会发现我最近视频更新很慢，而且内容明显有赶工的痕迹，这是因为我最近病了。这次生病也让我多一份经验，所以我来分享一下。这问题其实很容易忽视，所以各位以后也可能注意一下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小孩经常会从学校带回来细菌或病毒，所以偶尔小感冒是挺正常的。这次他咳得比较严重，而且也拖得比较久，所以就去看了医生，开了抗生素。吃了抗生素之后就开始有好转，之后我就被传染，也开始一直咳，还会一直怕冷。我也尝试就扛着看看会不会好，但是一样拖了很久之后，我也只好去看医生。这边就出了点问题，原本我可能可以自己就扛过去，但是因为我一直怕冷，应该是哪里有发炎，所以我就建议医生开抗生素。医生就给我开了阿莫西林，我吃了之后原本以为会慢慢好转，结果吃了之后就开始狂吐，连喝水都会吐。我一开始还以为是生病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我的症状原来并没有这么严重，所以我就开始怀疑是药的问题，应该是我对阿莫西林过敏。其实我以前就有类似的问题，但是我通常病得比较严重，所以并没有怀疑过是药的问题。阿莫西林本名强胺呋青霉素，是一种口服抗生素，是非常常见的抗生素。副作用是精神焦虑、红疹以及恶心呕吐。我其实就只有恶心呕吐的症状。我以前做新冠口服药 Paxlovid 试品时，其实也出现了相同的症状，所以其实我应该也对 Paxlovid 过敏。这种情况可能药没产生作用，反而让病情加重。我这次对阿莫西林过敏之后，原本的咳嗽反而急转直下变成了肺炎。虽然我马上又去看医生，然后医生给我换了一种抗生素，但是肺炎就比较难好。所以各位在使用药物之后，最好也注意一下过敏反应，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。顺便一提，抗生素只对细菌感染有用，对病毒并没有作用。细菌比病毒大得多，而且细菌有好有坏，它们就像普通单细胞生物一样，有细胞壁和 DNA， 而且可以自行分裂生殖。病毒则不一样，它只是有 DNA 或 RNA 和一些蛋白质的类生物结构，它不会自我繁殖，它唯一的功能就是寄生之后靠宿主的主细胞自我复制。抗生素的功能是破坏细菌细胞结构来消灭细菌，病毒则是和我们细胞融合了，所以我们总不能做一种抗生素把自己的细胞全部杀死吧？就像我这种普通的肺炎是细菌感染，跟新冠肺炎的病毒感染并不一样，所以在生病使用药物时也必须要分清楚。病毒的用药基本上就是用移花接木的方法，阻碍或干扰病毒的寄生或是繁殖，最终还是要靠自我免疫能力来扛。所以大家平时也应该多运动，均衡饮食来提升免疫力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居家101内容主要分为维修、维护、安装、升级、清洁以及产品使用的心得。希望各位以最少的经费来达到最高的生活品质。各位用不到这些技能自然是最好，但是如果遇到，希望视频能对你有帮助。谢谢。